军号声声，是战士闻而冲锋、拼而进攻的战斗号角。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这是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也是亲朝美军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的军号声。时隔70年，那种进攻的号声、哨声和呐喊声，始终无法从年迈的美国老兵记忆中抹去。It was scary. It was like, you know, you hear a bunch of them. You hear some over here, and then there's some over there, and then different places, and where are they going to come from? 与军号声相伴的，是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冲锋，一波又一波，勇往直前，撼敌心魄。Hundreds, thousands of Chinese coming over the ridge down into the valley. And we fired all of our weapons and kept firing and kept firing and kept firing, but they kept coming. 激昂的号角，是召唤，是信心，是力量。对于志愿军官兵来说，每当军号吹响，2018年1月3日，华北平原迎来入冬后最冷的一天。凛冽的寒风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军委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上向全军发布训令。随后，视察中部战区陆军某师，在师使馆一处展板前，习近平驻足良久。展板上所展示的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松骨峰阻击战，那是这支部队血血的荣光，也是志愿军官兵血性迸发的真实写照。习近平谆谆告诫英雄传人，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1950年11月30日，志愿军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抢占松骨峰和相邻山头。这一天，在西线战场陷入志愿军重重包围的美第2师第9团，正企图突破松骨峰向南溃逃。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呈鼎足之势，是各路美军向三所里南逃的必经之地。美军的冲击一次比一次猛烈，志愿军的阻击一次比一次顽强。岁月远去，同在朝鲜战场归来的老战士卢锡勤与老伴儿吕文秀，如今生活平静安逸。但提起当年那场激烈的战斗，老战士的思绪又回到了松骨峰。你看这个战斗很残酷的，那38军是我铁皮甲不讲啊，
这不容易啊，不拼命是不行的。特别惨，哎，炸得特别惨，都是年轻轻的，甚至有的人连20岁都没有的，就那么都伤了，死了。为挡住美军南逃的退路，第335团1营3连于11月30日拂晓刚到松骨峰，来不及修筑工事，就与美第2支展开殊死厮杀。战至中午，已伤亡过半。第一是机械化部队啊，是离提前征啊，天上有飞机，地下来有坦克大炮。美军集中数十门火炮，近20辆坦克向3连阵地猛烈轰击，敌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将高地打成一片火海。危急之下，第335团团长范天恩命令2营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增援。我就看见像打不火的太急，我支援他，我都吃眼了，我不客气，我就哭了。敌人的空军啊，多少飞机都在这炸呀，还有大炮在那炸呀，还有坦克往上冲啊，这是一片火海。3连连长戴如意左腿被炸断，强忍剧痛，爬着继续指挥。政治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打光了，捡起刺刀，冲向敌人。现在这种要轻伤不下火线呀，可是呢，这3连这个连长指挥是重伤不下火线，这么英雄。而此时，美第2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却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美军随军记者罗伊·埃德加·阿普尔曼在其《朝鲜的灾难》书中这样写道：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随后，这位师长拼命向安全地带撤离。敌人依仗装备精良、火力强大，先以18辆坦克、几十门大炮和32架飞机轰炸3连阵地长达40分钟，而后组织上千人冲锋。然而，美军发现，无论炮火多么猛烈，总有中国军人在军号声中一遍遍发起反击。3连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掩体拼刺刀，刺刀拼弯了，就赤手空拳与敌人肉搏。有的战士被燃烧弹烧着，满身大火扑向敌人。最后，只剩下副政治指导员和6名负伤战士继续战斗。那打仗那没有办法，干部都牺牲了呀，连长、排长什么都牺牲了。打兵的干部的我上去。激战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战火烧得漫天通红，阵地被1000余发炮弹炸成一片火海，但美军最终还是未能越过这块要地。此时不见踪影的美2师师长凯泽逃过了松骨峰，却没能逃过处罚。几天后，他被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解职。松骨峰战斗结束后，著名作家魏巍主要依据3连的事迹，写出了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再现了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
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这篇通讯感动了几代中国人，那些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为了和平而战的志愿军战士，从此有了一个亲切而崇高的称呼——最可爱的人。14年后，担任第335团政治委员的卢锡勤，被战士们表演的一个节目，触发了那段不忍回忆却难以忘却的记忆。3年的编个小节目叫做《火银两》，我一看了以后呢，我说不要火银两，火银两这心下是害怕的。火银两现在那么惨，火银啊都着火了。作为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卢锡勤不忍心把那些血气方刚却已远逝的战友与火人这个惨烈的象征联系在一起。火人脸，真实的存在，血性的缩影，松骨峰，一代代官兵精神的高地。与松骨峰阻击战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长津湖战役。此时的长津湖地区正经历着50年不遇的冰雪严寒。雪一下完了以后，冻成冰了，部队走不动，拉车那个骡马呀，一走一个道，一个走一个道，部队那时候很艰苦。冻死的很多，冻伤的更多。就在这个环境下，我呢整个面部全冻伤了。同在严寒中，美军与志愿军简直天壤之别。Had so much of it, we had beefsteak fo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And I like steak, but after about 3 or 4 days, it got to be, hey, this is too much steak.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面对的是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1师。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受训最多的一个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和后勤保障非同一般。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我们是土豆加雪球。美国的这个装备，坦克、飞机、大炮、自动步枪。1950年12月2日，第27军的战士们已经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坚持了21天。迟浩田所在的第79师负责阻截渊水里方向的美军。冬季的长津湖地区，天气极寒。就连穿着鸭绒大衣的美军士兵也被冻得受不了，更何况衣着单薄的志愿军。受不了了，冻了，铺天盖地的，这个雪走在路上都到膝盖了。这一次是这个仗打得很惨。In addition to the cold, in addition to the temperature, we would receive winds. Winds would come blowing down from Mongolia, you know, very, very, very cold. And so
let's say the temperature was 35 below zero, and they said that with the wind chill factor, it was probably 60 to 70 below zero. 沃伦·维德汉的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奥利华·史密斯少将。1950年9月2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曾隶属史密斯在二战中的优异表现，并对他率领新轮换的士兵到达朝鲜战场充满期许。然而，史密斯心里清楚，他遇到了强悍对手。向往很大，处于僵气状态。面对敌人强大火力，志愿军官兵迅速转变策略。我说我们是不是暴露的太早？冰天雪地，我说把衣服全部翻过来。我说第二，咱不要进门，我们叫侧翼迂回。第三，晚上干，咱们利用我们的顶尖夜间的旅行。对志愿军来说，在50年不遇的极寒环境中作战，加上完全陌生的山林地带，难度和代价都是巨大的。然而，为了胜利，他们一往无前，一无所惜。12月2日凌晨2时40分，第3营奉命再次向渊水里方向进攻。有一些战士冻得把脚冻得不能走了，就怕呀。就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所以这个部队是勇往直前的，没有叫苦的。鬼嘛，你就得有忘我的精神，你就得有不怕牺牲的心。你不然的话，你不要当鬼。志愿军冒着严寒，一举歼灭营地的大部分敌人，顶住了附近美军的疯狂反扑，激战到拂晓。这一仗，3营共歼敌100余人。See, we were surrounded up in the mountains, and we were good. The roads would twist and turn. There was only one way out, which was one road. So we fought our way for almost 2 weeks. We escaped the trap. Changjin, Chosin River, but the Chinese won. 1996年12月，迟浩田率团访问美国，接待他的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特别向他谈起长津湖的往事。他说我的父亲是陆战一师的副师长，他告诉我，你们的志愿军呢好厉害呀！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没遇到这么厉害的部队。如今91岁的迟浩田，每每回忆起当年的战斗，首先想到的就是战士们向死而生的血性胆魄。有些事情真是想起来难过，在那个下起雨里，这2区一个人都冻死了。长津湖战役中最悲壮的牺牲，莫过于那些在阵地上被冻僵的官兵，他们都保持着进攻的姿态。
最可爱的人，他是谁？整连除了2名战士以外，全部冻死在阵地上。这个在世界上都是比较罕见的。作为一支军队来讲，特别能战斗，这是这支军队的血性。那么，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也是这支军队的血性。血液可以被严寒凝固成冰，血性却因必胜信念化为永恒。长津湖之战的惨烈与悲壮，载入了交战双方的战史。1951年7月，朝鲜北部发生了40年不遇的洪水，志愿军的运输补给线遭受严重破坏，前线部队粮食弹药库存告急。敌人利用这一危机，企图以绝对的空中优势切断志愿军前后方联系，摧毁志愿军后勤保障。这就是针对志愿军运输补给线的绞杀战。Where you from a distance, like especially if you're in airplanes bombing or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you don't see your enemy. You're just way up in the sky somewhere, 5,000 feet high, and dropping bombs. And 运输补给线好比是战场的血脉，为了保证血脉畅通，志愿军硬是与美军展开了炸路与保路的大比拼。敌炸我修，再炸再修，白天炸夜里修，战士追着炸点修，补给线沿着炸点铺。一看见炸弹坑填满了，路铺起来了，通知隧道里面那个火车过吧，大家得乐跳啊！现年90岁的老兵郑昭如，始终难以忘怀在炮火硝烟中抢修抢通的那段岁月。我们修个江桥，我们是线路连，但是我们没经验，我们请这个杨连弟给我们做老师，给我们介绍，所以我和杨连弟也比较熟。杨连弟，铁道兵第1师第1桥梁团1连副连长。1949年6月，在修复国内陇海线8号大桥时，他机智勇敢地攀上40多米高的桥墩，提前完成修桥任务，荣获登高英雄的光荣称号。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他不仅向兄弟部队传授技艺，而且一次次爬上被炸毁的桥墩，抢修桥梁，没有丝毫畏惧。杨连弟上那桥墩上，敌机来了以后，他还来回跑。然而，杨连弟去郑昭如所在单位交流经验没过多久，1952年5月15日。就在抢修遭敌机轰炸损毁严重的清川江大桥时，被定时炸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在滔滔的清川江上。我流泪了，相当的难受。你铁道工特等工程呐。位于新安州、芥川、西浦之间的三角地区，是朝鲜北方铁路的交汇处。仅仅在这块咽喉地带，美军投入的飞机就超过了900架。1951年9月至11月
仅3个月，敌机轰炸次数分别为3027架次、4128架次、8343架次。在100多公里范围内，每天出这个空军200多架次，投弹3万多枚，一天投好多啊！轮番轰炸的美国军机，除了投掷大量及时爆炸的炸弹以外，每次还会投下不少延时爆炸的定时炸弹，给抢修工作带来极大威胁。那定时炸弹讨厌呐，他下来了，他没事儿，你不知道啥时候了，他咣就炸了，那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把他这个引信卸下来。每一个倒下的躯体，都成为一根坚实的枕木；每一滴英雄的鲜血，都化作一颗坚固的钢钉。同杨连地一样，在千疮百孔的铁路线上，铁道兵战士袁孝文用血性胆魄书写了一曲英雄壮歌。袁孝文呢，他在夜里啊巡道兵啊，通火车之后，他在路上巡道，突然发现铁路上有定时炸弹。此时，要想保证物资安全，袁孝文必须在列车到达前设置预警响蹲，使列车在安全区域提前停车。然而，正当袁孝文走向仅距离300米的响蹲时，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炸。定时炸弹响了，双腿被定时炸弹炸断。袁孝文强忍剧痛，拖着炸烂的双腿，以惊人的毅力，靠双臂支撑，一点一点向前爬动。他硬爬着往前走300多米，安上了一个响蹲。以后车一过来，响蹲一响，车就停下了，就安全了。结果他走了。袁孝文用生命换来了前线物资的完好无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我们才创造了人间的奇迹。The Americans were never able to cut the supply line from China to the battlefront in Korea. They were also very effective in digging tunnels at the battle line and behind the battle lines and protect them from American artillery and American air power. So the Chinese, I mean, deserve a huge amount of credit, really. 无数像杨连地、袁孝文一样的志愿军战士，用生命与热血铸就路基，在朝鲜北部满目疮痍的山地，拖起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确保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漫长的运输线上，无数官兵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天空。我们的战鹰在哪里？151进入目标，151发射，记住目标。151任务完成，打好。151明白。
这座机场见证了中国空军的成长。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就是从这里走向朝鲜战场的。1951年11月18日，美空军9批184架飞机分别活动于永柔、清川江、安州一带，对我志愿军后方铁路线的目标进行轰炸。时任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1大队大队长王海，即刻率领战机赶赴清川江上空执行空战任务。此时，驾驶米格15歼击机的王海和战友们，对这一机型的驾驶训练时长平均只有几十小时。И, конеч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начинали с нуля и осваивать сложнейшую сверхзвуковую технику, МиГи, да, уже. Конечно, это было трудно,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И воевать с кем? С многоопытны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летчикам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ая, она сильная, у них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летов, полетов.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近80的王海再次提及那场战斗，依然记忆犹新。我飞行时间小时少，这是我的弱点，但是我敢于斗争啊，我敢于胜利，我敢于和你拼的，这个我们就占得上风。 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учились очень упорно, они жаждали, стремились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освоить эту очень сложную технику. Учились очень упорно и с огромным желанием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взлететь в небо, вступить в бой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агрессорами. 志愿军飞行员真的不信邪，你靠你的几千小时，我有我的勇敢无畏，年轻的心无问艰险，沸腾的血渴望一战。一看这个就20多公里，这个左下方有他们机械架飞机，这个我就轻视，我带了6架飞机啊。 以后我就从他们6000米就冲进去，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跟我攻击。执行清川江上空歼敌任务的王海编队进入预定空域后，发现61架敌机正低空盘旋。狡猾的敌人见志愿军来势凶猛，立刻变换战术。 敌人他就采取了一个战术，叫圆圈阵。圆圈阵就是飞机一架一架首尾相接，连成一个大圆圈。若攻击其中一架，后面一架就会咬住你的尾部，使你处于挨打的地位。我的打仗我从来没有害怕这个，没有这个打仗。 双方飞机数量对比悬殊，王海巧妙地利用米格15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爬升高度，再猛然俯冲，反复多次后，王海大队的6架战机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在美军的圆圈阵上。在距敌机500米时，王海猛烈开炮，将一架 F-84击落。与此同时，僚机焦景文抓住时机，打掉了正要偷袭王海的敌机。随后，又有2名飞行员各击落一架敌机。而飞行员孙生路在突破8架敌机围攻的同时，更是逼近敌机仅300米处，迅速击落对手。 这一仗，王海大队的战果是击落敌机5架，自身无一损失。
чести китайских летчиков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ни все-таки все это преодолели и стали хорошими летчиками. 为什么叫空中拼刺刀？就是近距离打仗，在使用最少的炮弹的情况下，能够击伤击落更多的敌机。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尽管在驾驶技术和实战经验上不及对手，但凭着空中拼刺刀精神，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惊人的奇迹。美国那个范登堡，他那个边司令就说过一句话嘛，说没想到一夜之间，中共成了这个空军大国，是你没想到吗？鸭绿江和朝鲜西北部清春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千米的空域，后来被美军飞行员敬畏地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血性、胜利的刀锋，凭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和平的天空，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1985年10月，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加布里埃尔应邀来中国访问。他曾是朝鲜战场上美军飞行员。这次来中国，他见到了已成为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还有王海当年飞过的战机。时隔30多年，当年被志愿军空军击落过的加布里埃尔依然难以释怀。是什么让志愿军空军如此威猛？我们就是勇敢不怕死，把脑袋瓜子别着裤腰带，无事才能无畏，无畏才能在战斗中勇敢不怕死。无畏的血性催生了无数的英雄。这些空军战斗英雄，不少是从东北老航校走出来的。2020年7月23日，又一个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视察空军航空大学，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在训练场上，习近平殷切勉励飞行学员：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个强大的祖国。那么强大的军队呢，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我们的军校开始，我们这个光荣传统、英雄主义精神必须发扬光大。有了先进的飞机、防空武器更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这种英勇气概，这才是我们强军的魂。2020年8月1日，95岁的志愿军1级英雄王海度过了属于他的最后一个建军节。8月2日，这位空中战将与世长辞。英雄已逝，但他骁勇的血性胆魄却写满整个天空。英雄的志愿军空军用生命铸就的魂，早已注入一代代革命军人的血脉之中。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传奇，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每一次战斗中。上甘岭，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武圣山的命门，美军企图夺取的要地。
1952年10月14日，一场战斗在上甘岭打响。16天后，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6团3营9连战士林炳远被补充到2号阵地坚守。鏖战5个昼夜后，阵地上仅剩他一人。100多辆坦克，飞机每天还扔600多枚炸弹，对不对？那真的是硝烟弥漫了，天昏地乱。对手美步兵第7师曾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他完成作战任务像古代计时用的滴漏器一样准时无误，因而被称作滴漏器师。但是这一次，他的战场时间表被志愿军的英勇顽强彻底打乱了。本想5天就结束的战斗，整整持续了近20天。焦躁之下，狂轰滥炸成为美军主要作战方式。So they were questioning from Washington, why is so much going on in just shooting artillery? Why do you have to do? And well, the answer was because the Chinese and the North Koreans were shooting artillery back at us. 此时的2号阵地危在旦夕，战友全部牺牲，林炳远头部负伤。阵地上也没人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打得下去呢？那都很着急了。我一看前面呢，密密麻麻的美国鬼子有3个连。这一场对决，双方都打红了眼，眼看阵地就要失守。林炳远连续投出手榴弹，一直要守住它，攻不破的东方堡垒，攻不破。按照战场上的规定，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我们上甘岭它就攻不破。靠着超强的意志力，林炳远在2号阵地上毙伤敌军140余人，一直坚守在阵地上，直到增援部队赶到。经过43天激战，上甘岭成了一片火海，山头被削去了2米，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2米多厚的粉末，依然没能撼动志愿军坚守的阵地。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直到下台也没想明白，中国士兵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及美军的1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装在一条长筒形的布袋里。这样一支军队，为什么会永远向前，奋不顾身？就是为了胜利，这不顾一切，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一句话，为了人民的利益，再强的敌人，我也要把你打垮，用我的毅力去压倒敌人。美军最终没能攻下这座高地，而这片捏一把泥土就能钻出无数弹片的上甘岭，却像一座革命英雄主义的丰碑，永远矗立。我把青春的旗帜
And I think in retrospect, given the tremendous disadvantage that the Chinese forces had in a material sense compared to their enemy, they performed extremely well. 朝鲜战场上如此艰苦，如此危险，如此残酷，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能够无所畏惧，向死而生，血战到底？第一条呢，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这个特别是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另外呢，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牺牲的烈士和战斗英雄，党团员的比例占得非常高。除此以外，我们这个政治工作上充分发动广大官兵群策群力，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克服困难就是光荣，战胜困难就是胜利。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民军队这个素质，这个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部队伤亡那么大，但是还在那边坚持战斗，已经打到最后一个人，这不就是血性吗？咱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这样。没任何别的军队做不到的。英雄主义的血性，标志一支军队的精神高度。血性源自信仰，信仰铸就忠诚。崇高理想信念，指引人民军队一路向前，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迹。一代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大力弘扬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斗志。